华为在折叠这条路上已经彻底疯狂了。Pura X 这种设计放在别的厂商，可能连立项的资格都没有。外屏1:1，内屏16:10，就很扯。这玩意儿别说第三方不愿意适配，光内部评估就够 pass 100回了。成本高，太折腾，参考标准都没有，抄都没地儿抄。所以图啥呀？到底为什么非要做一台扩折叠？我们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这个小胖墩儿，发现它其实很有意思，能干的事儿也不少。它有点像一个小 Pad，6.3英寸屏幕，比我们常见的手机更宽、更矮一点点。看常规的视频，那因为这个小胖墩是16:10的比例，它更接近我们常看的这些16:9的视频，所以无论横竖，它的显示面积都是更大的。看4:3的照片，也是无论横竖，它都会更有优势。那这个图大的就跟在海底捞点菜似的。除非是21:9的电影，差距不大。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小 Pura 看书、看漫画，倒不是图它能多看那么2、3行，而是以往我可能要多带一个 iPad mini， 或者是更大一点的折叠屏，都要比它沉。而你这么看，大折叠打开是个正方形，其实利用率反而没它高。你看我把3折叠摆在这边，它的黑边比3折叠还要小，所以华为甚至都不愿意叫它一声小折叠，因为屏幕看着爽，手上拿着不重。真的不小，真的阔。但是外屏呢？这个1:1的比例是不是纯的没活硬整？那在拍上手视频的时候，我跟你想法一样，感觉华为已经折叠自由了，就是要做一个方形的屏幕拉辨识度。但用了2周之后，我撤回。从物理层面来讲，方形屏幕确实没有竖屏用着习惯，也不像全面屏得房率那么高。但别忘了，它是鸿蒙5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了，软件能改变硬件尺寸吗？不能，但软件可以提高硬件的信息密度。它虽然看着屏幕没有全面屏大，但实际上它可以摆4×4，16个应用，比全面屏更多4个。但是全面屏可以利用犄角旮旯的地方放特殊的组件，但 Pura X 不一样，因为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屏幕，它可以在一屏摆至少4个组件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更小的，也就更多了。并且这种小组件很常见，它不需要额外的适配。但我日常还是更愿意在外屏放8个应用加2个组件，因为组件可以叠加。这个胶布加上鸿蒙的优化，真的体验非常顺，切换、打开还是可以满足更快的操作。它并没有在面积上比全面屏大，但是通过更合理的布局、软件的堆叠，它的信息密度反而更高。但像是长按使用 AI， 你会发现全面屏反而没办法全面利用屏幕。Pura X 可以，它可以充满屏幕。那第三方呢？以小红书为例，正方形的屏幕并没有优势，最多显示2列内容，标题还看不全。可一旦滑动起来，它会用软件隐藏上下分栏，获得更大的屏幕面积。看抖音，竖屏并不能充分利用，但是点赞、收藏被挪到了右边，至少不挡住屏幕。当然，这个比例看小破站的弹幕飘在黑边上是更合理、更舒服的。然后你想到什么了吗？我们一直觉得这个1:1的小外屏很怪，可是这不就是 Mate X6 的大内屏吗？我甚至看了一下，它连 Mate S6 的那几个心形盒子的主题都有，一样也是可以晃一晃就能交互。然后它也增加了几个新主题，比方说这个小狗的就很可爱，还可以无聊的时候摸摸它，很解压，还不掉毛。然后我更喜欢这个手绘拼贴风的，也非常可爱，关键是它可以自定义。那这几只就是我家猫本猫，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做成喜欢的角色，而且你看这个一镜到底的动画非常舒适。这怎么不算 DIY 自己喜欢的谷子呢？然后在用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是支持重力感应的，帐篷模式下也能顺着我的使用习惯来去调整屏幕。但是我一切回主屏幕一手持，为啥就不行了呀？一开始我非常不满，但后来我发现华为其实想得很清楚，这样握手机的人脸识别和指纹识别都是更顺的。那如果你换一个方向，摄像头很容易会不小心沾上指纹，那很有可能你下一次拍照的时候不仅会挨骂，还可能会糊。
我更想聊一下的是内外屏的连续交互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是折叠的灵魂，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，是选择小屏还是大屏。像是在机场，手本来就已经不够用了，这时候小屏就要比大屏更方便。摸鱼的时候，一根手指滑，被发现的概率不就小一点？那要是看书，打开大屏 ，Pure X 的单手握持感相当不错。华为阅读还有一个眼神翻书，挺有意思的。刷小地瓜，小屏随手刷着玩，大屏一展开，信息密度还能再升级。转过来还能左边看照片，右边看看说的是啥，交互特别顺滑。那还有不少应用在等待适配，比如小宇宙、网易云音乐，现在是只能通过卓易通使用。每次发布会上，其实我都会看到很多开发者表示在做了，在做了。我这2天在用这台手机，也是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应用更新上架，重新适配。但如果说你现在比较依赖的应用既没有鸿蒙版，也不能够通过卓易通使用，就真的只能交给时间了。不过已经适配鸿蒙的 App， 时不时也会给我带来一点惊喜。比方说微信的拍照调用的是原生相机，它还能切换焦段，画面非常清晰。然后鸿蒙的隐私保护，包括系统的管理权限也会更高。所以这就是华为鸿蒙的现状，也是 Pure X 的处境。那目前这台机器，一个是它确实可以代替 iPad mini 或者其他折叠作为一个阅读器来用，非常好用。还有就是用来看视频，沉浸感拉满。其实这个小家伙打字的手感也不错。然后再就是它还有 AI 的加持，小易不仅能答疑，它还能帮你过滤骚扰电话。多说一句，你要是有另外一台手机，关键时刻它还能上演你的下一个充电宝可以是折叠屏。那么话说回来，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小胖墩儿的。一个是这个机器，它把华为对于折叠的思考全都发挥出来了，包括软硬件的结合，足够特别。一个是它也没少堆独家亮点。Mate 70才刚用上的红枫原色摄像头，它有；售价12999的 Mate X6 都没上的 UTG 玻璃，它有；而且它还是首款搭载鸿蒙5的机型。那鸿蒙分布式的系统其实也已经在这种特殊的，尤其是折叠形态上面发挥作用。无论是内屏转外屏，小屏流转到大屏，还是鸿蒙本身的分享、共享这些功能，相比安卓，它其实有的时候更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。但是我也知道，它注定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。但其实买折叠从来不是出于需求到了，而是我就喜欢。所以网上怎么炒，它适不适合你，都不如你直接去线下摸摸机。你不要特意去看，就逛街的时候顺便瞟一眼。因为它现在销售会讲，它支持分期免息，还有礼品送，包括它还送一堆视频会员。你特意去，我真的很怕你多拎一个东西回来呀。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你去店里摸摸这个小家伙，看看扩折叠怎么扩，多搜一下自己常用的应用有没有，没有的话，你就找到这个心愿清单写下来，你一票我一票，大家都需要的应用应该早出道。那么老谢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问我，你给 Pure X 打几分？作为一个数码爱好者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的没办法客观的去评价它，因为我打心底里盼着它出现。折叠这个领域有且仅有华为能愿意玩这么一出了，因为只有技术自由才能形态自由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鸡仔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好，下次再见呀，拜拜喽。